有话直说吧。族长，不知道您可知道，混沌界域的封印开裂，神王已回归之事？是有所耳闻。怎么了？师尊怕三界混乱，让我们下山寻找天阶法宝，用来巩固混沌界域的封印。他们前往其他氏族，我前来北山市。父亲，根据辩才道人的指示，另外一枚天阶法宝就在我们北山市。他们是特意过来向我们借天阶法宝的。在我北山市？当真是这样吗？族长，你不知此事？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我北山市有天阶法宝。不对啊，师尊的锦囊明明说12啊。这天阶法宝向来是机密，纵使是强大如黑白玄功，也未必可以清楚知晓其具体位置。再说了，这辩才道人偶有失误，也实属正常。父亲，您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若是知道，岂能不如实奉告？好了，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先回去了。就让百威替我好好招待你，我就先失陪了。父亲请留步。这天阶法宝在我们北山市吧？你是从何处听来的谣言？没有就是没有，难不成我还会骗你们吗？父亲，我从小就听说过，在我们后山之州有一灵物保佑着我们北山市，这么多年了，却未曾有人见过。父亲您还下令不准任何人进入，想必这后山之中的灵物就是天阶法宝吧？休得胡言！父亲，如今天下不太平，若我们北山市真有天阶法宝，还恳请父亲献出，以助师尊们巩固封印，好维护世间平安。好吧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属下未能完成任务，回来领罚。东原氏的功法并不高明，按理来说，你应该能顺利完成任务。为什么失手？门主有所不知，少岩氏的人突然出手，与东岩氏联手，共同对抗我们。又是少岩氏。后来黑白学宫的邋遢道人也前来营救，我怕惹上黑白学宫，所以只好撤离。起来吧。这件事你做得对，那此事就先暂且放一放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好好盯着季奴，我估计此事跟他又脱不了干系。是。父亲，这画中的女子是谁？这画中的女子是你的母亲。我母亲？父亲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你提起我的母亲。我知道，在北山氏族里，我母亲是禁忌，你还下过令，禁止提起我母亲。可是父亲，今天……实不相瞒，这天阶法宝的确是在我北山市，但我不是不想借给你们，而是因为我借不出啊。为什么？这就要说到当年的一段往事了。这天阶法宝在很多年以前并非我北山市所有。当年我是北山市的嫡长子，奉圣君圣谕，迎娶公主。
我与公主情投意合，日子幸福而美满。那族长这个位子应当如何选才合适呢？胡公子有何建议啊？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和大哥比试一番，胜者方能继承族长一位，输者就得离开北山市，如何？为了战胜我弟弟，我用了天阶法宝修炼，结果导致走火入魔。用力啊，使劲！就出来了，使劲，用力！不要！少主，玉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长泽。黑狐，那是你的孩子。长泽，长泽，长泽，长泽！北山黑虎，你本该遭受雷电之刑，但是看在孩子的面上，我暂且留你一命。我会将天阶法宝永世封存，你永世不得再用。而你至死不得离开北山市。哼！谢不杀之恩。百威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不敢和你讲这段历史，怕你记恨我。但是，威尔，你迟早是要知道的。你若是怨我恨我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我也想怨你，我也想恨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看到您受内疚折磨了这么多年，我已经没有了母亲，现在我只剩下一个父亲了。父亲，我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啊？温柔善良，谦逊有礼，心怀天下，悲悯苍生。
你母亲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。父亲，这天阶法宝就封印在我们后山吗？对，这天阶法宝自从被封印起来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，我从未去过。今天就看你的了。这天阶法宝是你和你母亲唯一的联系。当日，你母亲就是用这天阶法宝救了你，唤醒了我。好剑法，不愧是威儿。师尊，这么晚了，师尊怎么还不休息？刚刚处理完学宫的事，听到这边有声音，就过来看看。威儿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还在练剑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你的剑法凌厉萧肃，颇有男子的阳刚之气。可为什么到后面就衔接不上呢？这剑法精湛，威尔自知愚钝，尚未领会其意。如果能够将整套剑法练下来，那功力会在刚才的3倍以上啊！罢了，这修炼也不能着急，只要勤奋努力，迟早会有成果的。是，师尊。威儿，你跟宁儿的事我听说了。如今剑法退步，是不是因为他呀？师尊，你说对于修道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对于修道者来说，最重要的那是提高修为，一步步的修到仙人境界。哦，修仙者本该清心寡欲，若有执念，很容易走向歪路啊，最终丢掉那颗纯正的修道之心。执念，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吧？说清心寡欲，谈何容易呢？修道最难的并非法术，
而是修心。人有很多妄念，就看你如何的处置。有些人为了和道侣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修炼是为了长生不老；有些人是因为仇恨，修炼邪术。世人的目的不一，但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个人的恩怨，才选择了各自的修行之路。师尊，如果那些人突然间失去了所有修为，你说他们会怎么样？失去修为，还谈什么修仙？我曾经见过一个人，为了迅速提高功力，日夜修炼，最终修炼过度，导致丹田自爆，成为废人，从此绝远修仙之路。成为废人？没有修为，岂不如同废人吗？只可惜他的家仇未报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仇人逍遥法外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最后郁郁而终。梅儿，人生最遗憾的是，本可以做到的，却没有做到啊。本可以做到，却没有做到。梅儿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，你应该明白。为师不想逼你做出选择，但你知道吗？人生在世，有些事你躲不过。为师希望你尽早做出抉择。我明白了，师尊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。静宁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父亲，我决定将天阶法宝取出，送给黑白学宫，让他们交给师尊来巩固封印。你可想好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我母亲心地善良，心怀天下吗？我想她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。不行，父亲，父亲，您不是说天阶法宝怎么处理由我决定吗？不是我不愿意，你要知道，那天阶法宝有封印在身，要想拿到天阶法宝，就一定要经过那生死门才行。是那个生死门？就是那个有死无生、有生无死的生死门吗？对，这生死门一共有2道门，一人一生只能进入一门一次。这2道门时而是生门，时而是死门，没有定数。倘若碰到死门者，无论你的武功多高，修为多么的强大，都将是必死无疑。即便有幸进入生门者，也要经历重重困难，才能获得到天阶法宝。这么多年来，想要进入生死门的能人也是甚多，想必也有进入生门的，可却从没有见到一个活着走出来的。由此可见，这生死门之难，绝非我等能想象的。百威，我是绝不允许你去冒这个风险的。还有你，也是一样。族长，这次天阶法宝事关重大。再说了，我都来了，不试一下就放弃，这多没意思啊！你可听清楚了，这可是必死无疑的。我运气一直都挺好的，
有可能死不了。请族长让我一试。父亲，请你允许我们吧。罢了，你们既然执意如此，我又能如何？看来，这2个就是生死门了。这是传音石，进去之后保持联系。飞山兄，我想了很久了。这个生死门呢，分生门和死门，那我们就不说死门了，就是生门也是困难重重。是我来寻找天劫法宝，你不该来冒这个险。不如这样，由我闯入，你在外面等着我。那闯进死门了，就当我倒霉。假如我运气好的话，闯入生门，你好跟我有个照应啊！啊，不行，木头，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说过了，我的运气一向很好的，相信我。木头不行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进入死门的话，你在外面还能跟我有个照应。啊，进去了。木头，木头。木头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这里有5个石头，在这5个石头的后方，有一道五彩屏障，让我无法继续运功。我每次硬闯，就会有一道旋律响起，那旋律让人头疼欲裂。5颜6色的石头，音律。木头，那个石头什么颜色？分别是红色、
绿色、橘色、黄色，还有灰色、绿色、黄色。哦，木头，我知道了，这分别代表着宫、商、爵、职与五声音阶。击打不同的石头，再配合上音律，就一定可以破阵法。不管了，随便打吧。哼，木头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破阵法了吗？要不你唱给我听吧，我给你指示。你是在逗我吗？这让我怎么唱啊？雨果，快来帮我！到底哪个才是生的，哪个才是死的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去帮木头。木头，你在原地等着我，我马上进来帮你啊！木头，木头，木头，木头！这不是我母亲10月怀胎时候的曲子吗？父亲跟我说，这是母亲最爱的曲子，我从小听到大。母亲，你快出来！我想你。族长，声音从这里传去，少主可能在这个门里。哎呀！百位，是我害了你！母亲，我是你儿子百威啊！母亲，你是谁？我乃天阶法宝之守护者气灵。那我母亲呢？刚才只是公主的一丝幻象，现在幻象已经散去，你还是速速离开吧，要不然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同伴一样。我母亲的幻象为何在此？这天阶法宝沾染你母亲的鲜血，留住了她的一部分力量。10几年来，从未有人闯入此地，力量也就残留至今。刚刚这个魔障也是我用她的力量帮你所破，但魔障破除，公主的力量也已经随之散去了。那如此说来，方才多亏了前辈相助，我才能打破阴障。不错，我和公主曾有个约定，
绝不会取你性命。但是天阶法宝，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们的。今日我不得到天阶法宝，我誓不离开。一取天阶法宝者死！可笑！天阶法宝本就是天地灵气孕育而成，拯救苍生是天阶法宝的使命。我等取到天阶法宝是为了巩固封印。你既是器灵，就应该双手奉上，而并非阻挠。哼，你们这些人的花言巧语我听得太多了。妄图得到天阶法宝者，都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，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的人。还有你的父亲，为了得到天阶法宝不择手段，煞费苦心。前后后不知来了多少修道者闯入这生死门，但是都没有好下场。可笑的是，他却没有料到，能够闯入这生死门的，竟然只有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我劝你，还是离开吧。我父亲，这不可能！我父亲明明说过，他为了不睹私人，他从未查看过天阶法宝，更不可能取夺天阶法宝。我才不管他有什么打算，我既然为器灵，我就要守护天阶法宝，谁都不可能从我这拿走天阶法宝。可是前辈，如今神王蠢蠢欲动，两界封印一旦冲破了，整个赤明界域就会生灵涂炭。如今唯有天阶法宝才能巩固封印，我北山百味以血为誓，得到天阶法宝，若不为苍生，天地不容。好吧，我就再相信你们人类一次。多谢前辈相助。你别忘了，这生死门中还有你同伴的性命。前辈，这是何意？天阶法宝和同伴的性命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为何要如此？天阶法宝和同伴，恕在下难以选择。既然你不做选择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且慢！怎么，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选择救同伴。小子，你这个决定可不明智。同伴可以再交，天阶法宝取得的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更何况几个人的性命和天下苍生相比，我觉得后者更重要吧。木头的性命和天下苍生的性命一样重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得偿所愿。百位！百位！百位！百位，你醒醒！我怎么在这里？哎，北山兄，木头，你醒了。木头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倒是你那个刀伤其实挺深的，你自己活动活动，看看好一点没？刀伤。你都知道了？啊，我都听见了。对，虽然我当时已经晕倒了，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楚的，就都听见了。北山兄，你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谢谢。说来惭愧，到底还是没有拿到天阶法宝。嗨，这个嘛，这要靠缘分的。我们已经努力了，
那没拿到也没有什么办法。那我们既然都知道生死门在哪儿了，我们俩就再去试一次，下一次一定能够拿到天阶法宝。也好。父亲，难道当真没有办法得到天阶法宝了吗？凡事不能强求。艾薇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父亲真的以你为傲。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人一生只能入生死门一次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例外。族长，虽然未取得天阶法宝，但也要感谢你的帮助。谢谢你们的恩情，我会牢记于心的。那此说告辞了。且慢，世间万物皆为阴阳平衡，此天阶法宝属于阳性，自有一阴性天阶法宝与之对应，二者法力相当。若是找到另一件天阶法宝，亦可以加固封印。那另一件天阶法宝在何处？另一件天阶法宝在何处？恐怕世间无人能够知晓。不过有一首诗，似乎可以作为指引。一首诗。灼灼雪莲，妖星乍现，寒中运火，沙中引山。龙精气出，血染苍峦，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可这首诗没有写出天阶法宝所在之处，也没有指明方向啊。木头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回黑白学宫吧，也许师尊们能给一些提示。百威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宜远行，还是留在家里休息吧。对，百威兄，你好好的养伤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木头，如果有需要，你一定要通知我。放心吧。告辞了。告辞。百威，啊！百威，百威，你醒醒啊！百威，你醒醒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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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阎王，郡主到。外公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来给你送这些。这些书是什么？我听说季宁他们在找天阶法宝，我想这些书对他一定有用。天阶法宝？西月，你赶紧把圆圆酿搬出来，我快渴死了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就是你口中常常念叨的邋遢道人吧？邋遢，这位是我的外公阎王。黑白学宫弟子邋遢道人见过阎王。明霄长公座下的弟子，气质果然不一般呐。阎王过奖了。啊，
西月正好要去一趟黑白学宫，你们可以一起去。黑白学宫？是，我外公说了，有东西要送给你们。东七怎么没有来啊？族长有所不知，如今无间门的事务已不是由门主一人说了算。你们无间门之间的纷争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在意这神王是否还说话算数。他曾经答应过我，待我夺得2件天阶法宝之时，便可以治好我的妻子。神王能够挑起3界大战，救治公主之事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在下不明白，公主是圣君的亲生女儿，您为何不找圣君帮忙，而执意要求助于神王呢？难道这是您与圣君共谋对付神王的计划？神王能够挑起3界大战，救治公主之事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在下不明白，公主是圣君的亲生女儿，您为何不找圣君帮忙，而执意要求助于神王呢？难道这是您与圣君共谋对付神王的计划？唉，我何尝没有为此事苦苦哀求？可是这救治之法需伤及他自身，圣君身为界域之王，向来以大局为重，即便是他自己亲生女儿的性命，也不会动摇他半分。可是在我看来，他这些仁义道德全都是空谈。他这么做，无非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。地位？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都在压制着我，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，我早就受够了。我记得那时，他不肯帮我救下长泽公主，现在是我向他讨债的时候了。那您究竟是想救治公主，还是夺权呢？这两者矛盾吗？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族长救治公主之事，心意已决。那是自然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都要完成此事。我曾经派出过无数奇能异士前去闯那生死门，可是皆没有结果。如今机缘巧合，让我得到这天阶法宝，此乃天意，我断然不会放弃的。既然如此，族长方才为何将另一件天阶法宝的线索告诉黑白学宫？怎么，你不怕他们抢了先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是按照这些线索来寻找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这天阶法宝。现在木子说他们几个知道了这个线索，回去之后一定会向电财道人请教，而以电财道人之能，定会有所指引。届时我们只要派人跟着木子说他们，自然会找到那天阶法宝的下落。等木子说他们几个得到了天阶法宝之时，我们再出手抢过来，呵呵，岂不易如反掌？族长您筹谋周全，在下佩服。我对这天阶法宝势在必得，还劳烦阁下回去转告神王，请他准备好救治一事。当然，公主在神王处一切安好，族长放心便是。
季农跟少严氏一定有瓜葛，我一定要找到他的把柄。少主，神王已经回归了，老祖也在催促着我们。咱们的计划是不是该尽快了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师公未免也太着急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不能乱了阵脚。你想想，东七他虽然痴情，但是他也不是个傻子。我们要沉得住气，慢慢来。我们等待一个好的时机，等待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差再等一会儿吗？少主说的有道理。等我一下。木头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不过，天阶法宝没有带回来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北山百威已经传信告诉我了。哦。不过你别担心，这种事情本来就得看机缘，不是吗？也是啊。不过不瞒你们说，我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死在里面了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你这个小祸害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哎，对了，金晶哥、玉薇姐、东岩氏跟九莲都没事吧？放心，玉薇没事。东岩氏那边不是有我吗？能出什么乱子呀？倒是你，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呢。等我？是啊，北山市的天阶法宝没能拿回，邋遢说总得找点别的办法才行啊。对了，我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北山市的族长跟我说，别的地方还有天阶法宝，还有，他说了一堆文绉绉的诗，什么什么，寒中运火，还有什么？别在这儿聊了，一展飞天进去再说吧。大家都在等着你呢，而且西月还给大家带了东西呢。好，那进去说。门主，您吩咐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。无间门的上下事宜都由你打理，真是辛苦了。为门主效力是我的本分。门主如果没有其他的吩咐，我就先下去了。慢着，我记得我提醒过你，不要和少严氏的人有往来。可我怎么还听说你跟玄机老祖私会？门主听我解释。如今我们无间门声势壮大，良禽择木而栖。玄机老祖想要和无间门多多交流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而且不瞒您说，我在加入无间门之前，就已经跟玄机老祖相识了。那就好，你的忠心我当然看得见。只不过，无间门的上下事务确实繁重，你一个人来打理，实在是颇为辛苦。现在我已做决定，从即日起，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手头的事务，我会交给其他人来办。门主，属下为您效力，都是应该的。属下真的不需要休息。好了，此事我意已决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门主。
密切注视季农的一举一动，如果有什么异样，立刻如实汇报。是。上次我从北山市走的时候，北山族长跟我说了一首诗，会不会跟那个天阶法宝有关？诗是这么说的：灼灼雪莲，妖星乍现，寒中运火，沙中引山。龙精既出，血染苍峦。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木头，你这说的是什么呀？我哪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才说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。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不是，纪宁哥，你又在嘀嘀咕咕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好像在哪儿看过这两句诗。不仅如此，我外公掐算到各位会遇到难题，特意让我送上九州路。那就是说那里会有线索了？阎王的意思就是，天阶法宝的所在会记录在九州路里面。啊？这便是九州路的全部记载了。这么多呢？哎呀，我看到这些书啊，我就头疼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先找，找到了再叫我啊。哎呦，大师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当然了，有书也要同读，谁也走不了。是啊，大师兄，你起码应该先起到带头的作用吧？哼。行了，事不宜迟，大家开始找吧。嗯，好。师兄，似乎有异样。是九州路的信息。九州路？难道纪宁他们要去找另一件天阶法宝了？不对呀，我告诉他们天阶法宝在东河市和北山市，这怎么会涉及到九州路呢？或许他们没有能够顺利地找回两件天阶法宝，所以要在九州路身上打主意了。此事不妥，这放置天阶法宝的地方危险重重，多少年来，大能力者尚且不敢独闯啊！这次，怕他又是凶多吉少了呀。师弟呀，话虽如此，但一切皆是天意，我不可违背。更何况，纪宁将来要担负的重担，远比此行更加艰险。此行的磨练，也是对他的一种历练吧。可是，疾风知劲草，岁寒见候鸟。师弟，你要对这些孩子有信心呢。师兄说的对，不经历磨练，怎么能够成功？是我多虑了。唉，你我现在能做到的，就是守护好封印，等待孩子们回来。你看看这本，仔细看。这么多书，这不是？
你们看，这里面写，赤冥界域内曾经有一座山，名叫雪莲山。此山雪莲盛开，乃是灵气汇聚之地。而三界大战之时，一场妖火把整座山烧毁，从此山上的莲花皆变为血色。此后，此山便称作妖莲山。灼灼血莲，妖星乍现，这不正好符合诗中的描述吗？山火，血色莲花，妖莲山。没错，这就是诗中描述的地方。妖莲山，金宁哥，有没有写妖莲山在哪儿啊？没有。哦。哼，别这样子嘛，咱们可不能这么轻易就放弃喽。那大师兄，你说怎么办？难不成让我们在整个赤平界域去寻找这座山？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啊？时间也来不及了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别的主意了？喂，你是不是又在卖关子？哎呀，方法呢倒是有一个，但是至于能不能用，这就得看西岳郡主的意思了。据传，当年阎王曾救下了一条应龙，应龙为了感谢阎王，将身上的一片龙鳞赠与阎王当做礼物。此龙鳞后来化作一件宝物，名曰寻龙鳞。只要你能够说出地名，它就能够送你去想去的地方。不过，阎王后来将这件宝物在成人礼的时候，送给了他最疼爱的外孙女儿，此人便是我们的西岳郡主啊！西岳郡主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此物如此贵重，又是阎王所赠，那想必对于西岳郡主来说，一定意义非凡吧？亲人赠予，一定是有特殊的意义。大师兄，我们还是另想他法吧。此物在我身上也不过是个配饰，若是能为了寻找天阶法宝指引方向，也不负此物之意。拉塔，这寻龙鳞就交给你吧。还不快谢谢西岳郡主！谢谢你啊！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。此行不易，你们要谨慎小心，切不可粗心大意呀。是，师尊。徒儿，这是为师苦心钻研的傀儡术，将它赠之于你。你要好好修炼，不要给为师丢脸啊！啊！师尊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你要保重身体啊！师弟，你失态了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离别。
两位师尊放心，有我这个大师兄在，定会护大家周全。尤其是你这个呆木头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快出发吧。是。师尊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出发吧。走了。你我年轻的时候，也如他们一般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从没遇见过你这种爱哭的师傅。别取笑我了。妖莲山应该就在前方，那里有传说中的龙精大妖，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防。不愧为黑白学宫的首席大弟子，果然什么都懂得。不过是入门早些罢了。哼，互相吹捧，打情骂俏，成何体统？我看你是妒忌吧？你是想念你的东林姑娘了吧？没有，没有才怪。你们的感情可真好。我们也是一起经历了许多，才有了现在的默契。真羡慕你们。我自幼在皇宫里面长大，所见所闻都是争权夺利、尔虞我诈，像你们这般感情可甚是少见了。若是郡主不嫌弃，也可以跟我们成为好朋友。谢谢你，余薇。什么？东岐把你在无间门的权利收回？是，师公。我在想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被人察觉了？不会呀，我跟你见面都非常谨慎，在少岩市，除了我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会是什么人的挑拨？童鱼已死，那就是水翼了。是啊，水翼曾经见到我们的密会，虽然被我们搪塞过去了，但是事情过了那么久，他会不会察觉了什么？此人不可留。师公，水翼是东岐的心腹，如果我们现在动手，太明显了。既然这样，只有用这个办法。师公有何良策？经过我长久以来的观察，神王对东岐已有嫌隙，对他的信任也已经不复存在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尽量展现我们的能力和忠心，那样的话，他就会用你把东岐取而代之的。师公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把天阶法宝献给神王，那你取代东岐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天阶法宝。
乖，哎呀，你别打他。雨薇，你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我没事。雨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化解太上忘情反噬的方法，相信我。先休息会儿吧。你看看，这明明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为何老天却偏偏不眷顾他们，非要让他们经历磨难呢？经历过这些事情，他们的感情才会更加深，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考验吧。明儿吃的苦已经够多了，我只希望他平安喜乐，不要再有更多的磨难了。季宁吃的苦多，难道我们余威吃的就少了吗？余威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他和你一样是抱着报仇雪恨的信念活到现在的。我本以为他不会有爱情，没想到他遇到季宁这个冤家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感情之事从来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怪只怪上苍太不懂得怜悯世人了。季宁和余威都是明白人，你无需为他们操心，你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有搞明白呢。你和余威一同在雪宫长大，性格差别为何这么大？哼，我要是和余威一样啊，我早就憋死了。师公，此山可有异样？老夫纵横界域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严密的结界。结界？你看，这个妖莲山隐藏着巨大的能量，他为了防止被外界发现，使用了严密的结界，把能量隐藏在里面。除非我们进入其中，否则外界是很难探索到里面的情况。龙儿，你觉得我们应该进入其中吗？当然要进去。既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外面都不知道，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天赐良机吗？少主果然想得周到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，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没事吧？没事。九莲，走，快！怎么办啊？我们和大家走散了，一会儿怎么会合啊？没关系的，一时半会儿他们出不了什么事儿，我马上回去帮他们。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自己去找他们呢？我要跟你一起回去找他们。你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的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那些傀儡我能够对付。放心吧，我去帮他们。记住，在这儿哪儿也不许去，我走了啊！一起？怎么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刚刚多亏了你。哦，季农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听说你们来了这里，担心你会有危险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一直跟着我了？那你怎么没有早点出现呢？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到我了吗？我没有啦。九莲，你快去跟季宁他们会合吧，这附近很危险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一起去吗？我现在的身份不适合跟你们在一起，你自己多注意安全。
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。别跑啊！哎，你们都没受伤吧？没事。哦，没想到你这个傻木头今天还挺管用的啊！这什么叫今天还挺管用的？我一直都很有用，好不好？不过也还好了，反正不是我的话，你无非就是被打成傀儡喽。你，哎，兄弟，我问你啊，我们是为了天阶法宝而来的，并没有恶意。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啊？什么寻找天阶法宝？我看你们就跟其他人一样，根本就是来盗取地火寒煞的。地火寒煞？对啊，地火寒煞乃我妖莲山宝贝，只要采集这两者，便可以大大提升修为。走之千万个来盗宝的人都越不够我们的保护。喂，蛋蛋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你是地火和寒煞的守护者喽？地火寒煞，难道诗句中的寒中蕴火指的就是这个？这么说来，确实如此。地火和寒煞与诗句有关，很可能是寻找天阶法宝的重要线索。要不然，我们先去寻找地火和寒煞。九莲呢？哼，我把它给藏起来了，在一个特别安全、特别隐秘的地方。那我们赶紧去和九莲会合吧。嗯哼，跟我走。诺儿，你暴露了自己的行踪是大忌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只是我实在无法看到九莲身临险境而不救她。在我这儿也就罢了，可不能让其他的人知道，不然他就是你的一个软肋。我知道了，墨尘，你去跟着九莲，要是她有危险，随时保护她。是，少主。我把它藏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绝对的隐蔽。九莲，出来了，我们来接你来了。九莲不会有危险吧？哼，我刚刚跟他说了，让他藏在那儿，很安全，不要走。他去哪儿了？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九莲，我跟你说了，让你不要乱跑，那儿很安全。你干嘛去了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都怪你个臭木头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害得我刚才差点……算，去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刚才想去找你们，结果不小心迷路了。九莲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我没事。好了好了，人没事就好。咱们赶紧接着去找寒煞跟地火吧。走吧。怎么没有路了？哎呀，季宁哥，咱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是！要是那么容易被找到，早就被别人找去了。我隐约感觉到有一股能量，但我现在不能确定那是什么。师尊曾经说过，人的感官能力啊，远远不及启灵。季宁哥，不如用你的赤蟒蛇一试。
喂，赤蟒蛇，起来干活了。这石壁就是一道结界，穿过结界，也许就是地火和寒煞的所在之处。我看这结界，打破结界这种力气活儿，还是交给我们男人比较合适。木头，拿着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吗？哇，好厉害呀！又欢了。哎，这种事情啊，要靠我们男人去做。大师兄，你今天丢人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